成功修仙筑基时，额头会浮现一枚金色印记，天生异象，这和书里写的雷劫引仙门一模一样。而地堂真的没骗我。啊！仙人来接我入仙途了。我乃玄虚门掌门。萧公子，你身具混沌灵根，唯有入我玄虚门，方可逆天改命，得道飞升。弟子愿入。请先辈接我入仙途。我给你2天时间，处理完俗世的事情，就随我上山吧。多谢掌门，弟子这就去。来看，收工。哥们们注意了，灵泉的场景明天全部改成蓝色 LED 灯，昨天红色拍出来像血水一样。灯光组灵气不够，打足点 ，OK？ 兄弟们，今天都辛苦了啊！爆破组，你们是傻子吗？啊！玉麦的卫星威力这么大，差点出事，知不知道？能干干，不能干滚蛋！机灵点儿！放我下来！喂，二少爷，你哥呀上钩了，明天就叫他打坐。哎呀，没问题，他这种爱看玄幻小说的呆子肯定会上钩的。我真的有修仙天赋，我已经成功筑基了，而且我还被仙长看上了。仙长说要带我上仙门修仙。真的吗？那你快试试能不能救醒咱爸。好。我要给我哥打造一场修仙骗局，要天衣无缝的那种。报个价吗？二少爷，我只需要我只要300万，我保证天衣无缝，让他真的以为他正在修仙啊！那就交给你了。还真是个傻子，不过这样也好。如果不这么好骗，我怎么让他远离家族事？我怎么有机会掌控萧家大权，逐步将家产收入囊中呢？又失败了，看来我的修为还是太弱了。哥，你既然有仙缘，就应该好好把握，别灰心。我相信以你的天赋，很快就能修炼到元婴的。也是，反正咱爸已经昏迷3年了，家里集团事务又有你撑着，也不急着一时半会儿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这次上山有仙师指导，我一定好好修炼，早日回来。哥，你就放心去吧，集团一切有我。咱们萧氏的产业，我会帮你打理好的。走，我送送你。老弟，辛苦你了啊！走吧。萧老爷子不是得了绝症，都昏迷3年了，这脸色怎么突然红润了起来？王医生，快来呀！发生医学奇迹了！待会儿我那个蠢蛋老哥就要来拜师了，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二少爷。那就很好。对了，我让那些群演背的修仙弟子行为准则，群演都背熟了吧？您放心吧，二少爷，每一个群演都是我亲自挑的，
演技杠杠的没得说啊，那绝对是沉浸式修仙，让他看不出半点破绽来。啊，哈哈哈哈！哎，各部门注意啊，人来了，准备啊！爹，咱们真的要这样骗人吗？我总觉得咱们家欠了80万，二少爷答应了，房子给咱一套。可是……好了好了，闭嘴啊！那个大家都听好了，一会儿萧凌晨来了，都按着剧本走，谁变穿帮了，穿帮了扣缺院费，听见没有？听到了。嘿，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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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为什么仙门的仙山网约车可以用导航软件保存啊？不是应该在了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吗？不要让他有时间思考。来，3、2、1，开始！道具，雷来！哎呦，是雷劫啊！众师兄要飞升了！哇！师傅，你来的正好，今日本门有一位弟子飞升，只要你肯努力修炼，早晚也能和他一样。我命由我，不由天！恭送师兄飞升！恭送师兄飞升！原来修炼真的能飞升。那我努力的话，我到时候修炼成功，别说是治好父亲了，就算是把全家接来仙界生活也是可以的。当然，以你的修炼天赋，只要拜入我玄虚门，这些都是小事。弟子萧凌晨愿拜入宗门，以后谨遵掌门之令。起来吧。只要你喝完了拜师茶，你便是我玄虚门内门弟子了。效果还不错啊你。来，摄影，拍茶杯，来，镜头推进。好。我靠，茶杯上有广告，别让他进茶杯。怎么了？此茶乃本门秘传洗心茶，需以灵泉之水冲泡7749日方可饮用。你怎可用这凡俗之物盛放？端走。是我大意了，忘记师兄用玄虚玉杯了。凌晨，我们修炼之人不拘小节，要抛弃这繁琐的凡事俗规，是为师教你的第一课，你明白了吗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师傅的意思是，我们修仙之人应该超凡脱俗，不应该拘泥于器物的外形，而应该是本心对事物的探索。正是如此，为师观你悟性极高，今后便由你大师姐引领你修炼，明日便带你去灵泉洗水。还好老周圆回来了，没事。还好。是。大师姐，不错，轻瑶。哇！青瑶乃本门圣女，修为极高，常在灵泉中闭关。今后便由她指引你，做你的仙途引路人。师姐，你没事吧？方才施展踏雪无痕时，不慎被凡俗浊气干扰了灵脉罢了。可是师姐，你的事物在发光啊！这是……
师门秘制的引灵环，可聚天地灵气。你别废话了，跟我来。哦，师傅。看，对不起，你们干嘛的？谁他妈让你给女主带一块智能手表的？啊，能不能省点心啊？这就是传说中的灵泉吗？可是我好像没有感觉到充沛的灵气啊。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感应到灵脉，你先在这好好修炼，等你修炼成功了，自然就能感应到了。我明白了，多谢师姐。还不错，虽然有一点小波折，但总体上还是不错的。哎，是，就继续这样保持下去，让我哥一直在这山上修炼。我回去转移资产。哎，二少爷放心吧，现在已经步入正轨了，只要按照剧本走，一切都没有问题的啊！哈哈，二少爷慢点啊！啊切！师姐，怎么了？灵泉的雾气不够白，书上说灵泉的灵气应该是牛乳般的质地。灵气聚集它需要时间嘛？现在还没到灵气最浓郁的时候，再等等吧。哦，加牛奶，道具组赶紧给我加牛奶，快点儿！雾气变成奶白色了，看来现在正是灵气最浓郁的时候。师姐，你又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这没起风啊？怎么干冰消散的这么快？师姐，我感觉到周围的灵气都被我吸收了。喂，干冰要散了，赶紧加大功率，多来点雾气，不然就要暴露了。哎，干冰机怎么坏了？哎呦我，雾散系统顶一下吧！擦！哎呀，快点儿！机器怎么坏了？师姐，我好像听到了机器轰鸣的声音，就在地下。这是地火交融之象。灵泉连通地火心脉，唯有心无杂念者才能够听见。原来如此，师姐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了就好。师姐，我昨天晚上明明好像感觉悟出点什么，什么？可是怎么到现在却感觉完全没什么变化呢？好了，修行之道在于日积月累，哪有那么容易就能成功的？根基得慢慢打哦。走吧，今天我带你去修炼点别的。哦。凌晨，昨日修行的如何呀？回禀师父，一无所获。一无所获才是正常的，也就只有你这种傻子才会真的相信世上真有修仙了。修仙一道，切勿好高骛远，你也不用丧气。今日我便让你师姐教你新的法术。新的法术？对，御剑术。御剑术，我记得《太虚修仙录》第39章第4回说过，御剑术很厉害啊！我要学。请摇。御剑之要在于以神御气，以气御剑。御剑虚仙凝剑诀，拇指掐
无名指第三关节，气沉丹田，想象剑身有灵，心神相连，如握方向盘般。不，如太虚修仙录中的斩魔剑碎。然后提词器，提词器。手肘微屈，腰马合一，此乃踏雪无痕配套剑诀，一剑出，九州寒。准备好了吗？待会儿注意看青瑶的动作，随时准备拉剑起飞。弟子谨记。我给你示范一遍。好。哇！哎，真的好厉害！来，你试试。我？敲无名指第三关节，气沉丹田，想象剑身有灵，与我心神相连，手肘微屈，腰马合一。给我起！给我起！起！给我起！不用着急，第一步先练剑感，练个10年8载的，自然就能成功了。要那么长时间？我爸等不了那么久。明明师姐施展起来那么容易。师傅，我是不是很没有天赋啊？我看要不我还是下山回家继承家产算了。不行，这傻子不修心了，那不是要回来和二少爷抢家产了吗？稳住他，稳住！你是不是忘记了你的初心？你除了修仙这条路，下山之后你还能干啥？你还有啥？你还是个啥？回家的话，我还能继承那几10套楼盘、上百家公司和几个亿的现金。你这样，你再试一次，也许呢，就能成了。再试一次。导演，稍微配合这小子一下，先配合一下。是，也许成功呢。放心大胆的试。好，那我就再试一次。起，拉，真的成功了。看，这不就成功了吗？你还是很有天赋的，别随便放弃你自己。走，徒儿，为师给你准备了灵米。多谢师傅。师姐请。上次你在灵泉修炼有所收益，这一次你就继续在灵泉修炼。另外，师姐先走了。我明白了。这一次应该不会出什么幺蛾子了吧？这傻子练得倒挺认真，要是这样就能够修炼成灵气，那还要科学。干编辑坏了！什么？师姐，我好像能感受到灵脉了。达儿，我们对一下明天戏啊。看什么呢？见鬼啊！这练的不是咱们在地摊上花了9块9毛钱买的太虚诀吗？怎么在发光啊？背后那么大的机身法相，这剧本上没写啊！你说是不是你们谁偷偷加的剧情？
灯光，你们组开特效灯了？没啊，林泉场你用的是冷白光 LED 灯，功率只有30瓦，绝对做不出那种金光啊。哎，导演你看，他胸口的金印在发光，这肯定是化妆品啊，金粉涂多了蹭上了。化妆，你们组的金印上加荧光材料了？冤枉啊，导演，我们用的就是普通的金箔贴纸，PCC 9.9块买的。那谁能告诉我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说导演，你等会儿啊，先别着急。你看这个《探寻修仙录》第37章灵根觉醒，你看这上面写的吞光纳物，聚气成解，法相自现。不是，他是不是自己真的研究出什么玄乎的东西了？他是傻子，你也是傻子，小说不知道啊？你不傻，那你说怎么回事？导演，可能是昨天调试的时候开了大白灯，造成了灵泉水面的光线折射，这绝对不是灵气。我就说嘛，这凡人怎么可能修仙嘛？那肯定就是设备的灯光问题，是不是？对，你们看这个小子修炼姿势啊，和这书中一模一样。这傻子就是把这书当成教材了。哎呀，好，那个抓紧时间让青瑶继续教假功法，然后拖他3个月，等二少爷把那个家产转移完之后，揭穿这个骗局，赶紧赶他下山啊！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没什么。没什么。萧师弟，你有没有觉得修炼的时候有哪里不对劲？不对劲啊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最近实力大涨。能不大涨吗？你都练着练着，法相都修出来了。虽说是灯光效果，但那也很吓人的好不好？不过，非要说不对劲的话，我觉得灵泉里面有一股热流，顺着我的腿肚子往上窜。这个热流里面有一股奶香味儿。那是灵泉自带的地乳精华，大补呢。原来是这样。今天灯光啊，全给我注意点，上回是什么情况？走。场务看看什么情况去，别耽误拍摄啊！拍着戏呢，干嘛呢？这是别以为你们躲到山上我们就找不到了。周道人呢？让他滚出来！今天要不还钱，要么我们把这里给砸了。赶紧去找老邵，别让他砸场子。去。师尊，出事了！何事如此惊慌？什么情况？导演这是又要加什么戏了？没人通知我呀！周哥，外面来了一帮催债的，说你再不还他们钱，他们就要把这里砸了。导演，让你千万别让肖师兄过去，然后你再赶紧想办法打发走他们。师傅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我也是玄门的一份子，我可以帮忙。不用，不是什么大事。你如今修行时日尚短，修为不足，还是留在宗门内慢慢修行吧。青瑶，
走走，快点快点！上车上车！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嘛。还装呢？上个月说凑钱，钱呢 ？cosplay 是吧？老东西玩的还挺坏呀。钱一定会还，再多宽限几天，宽限几天。哎呀，宽限都宽限你多少回了？今天必须给我们个交代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我们真的在想办法筹钱了，再给我们点时间吧。我们王少早就说让你陪他1个月，欠债一笔勾销，是你自己一直不同意。不可能，我不会同意的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，兄弟们，带他走！滚！不是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啊？怎么想管闲事儿？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货色，敢拦我，小心你自己的狗命！兄弟们走！戏拍一半，女主跑了。哎呦，哎，谁能告诉我什么情况？光天化日，女主被打劫走了啊！导演，导演，我闺女被人抢走了。是，我都看见了。不行，咱报警吧。老周，不能报警，一旦报警，咱们这骗局就被揭穿了，那这么多人的努力不就白费了？姓孙的，你是真孙子呀！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戏你爱拍不拍，我是不演了。我闺女让人抢走了，你不让我报警啊？老周，你别生气，别激动，这么多人帮你想办法呢吗？啊！你放屁！等你想好办法，我孙子都出生了，你还不信我吗？啊？有了，老赵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我现在想到一个，既不穿帮又能解救你闺女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咱们加戏。都这会儿了，你还玩我呀？哎，我玩你干什么嘛？萧凌晨呀，老周，你想啊。萧凌晨，萧氏集团大少爷，虽然这个人是傻的吧，但是黑的白的，谁敢不给他面子？到时候你就以宗门宗主身份给他下达任务，让他解救庆瑶，不就完了？对呀，萧大少身份高又好忽悠，只要咱们控制好剧本，就完全不存在穿帮的风险啊！哎，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写剧本了。来，所有人过来，等会准备啊，咱们到时候只能是临场发挥了啊。来。到时候你俩去那儿围堵，我们仨。师傅，师傅，你的脸，师姐呢？你师姐被一伙合欢宗伪装成凡人的家伙劫走了啊！他们要夺去你师姐的圣女血脉，用来复活魔尊。3天之后就月圆了，怪师父无能。完了，你师姐要被炼成炉鼎了。合欢宗，这跟《太虚修仙录》第109章第7行写的一模一样。师父，你放心，我立刻下山，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。凌晨，不要啊！你修为尚浅。哎，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王少喜欢你不是1天2天了，你妈要动手术80万，眼都没眨就借给你家了，现在你烦不上了，赔王少1个月怎么了？呸！你们这些卑鄙小人，我死也不会从了你们的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本少爷劝你还是别挣扎，乖乖从了我。这笔账，咱们一笔勾销。给我听好了，把门给我守住了，连一只苍蝇都别让进来，坏我好事儿。听明白了吗？王少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来打扰您的。哎，听见没有？走，站岗去。
穿的还是古装，知道本少喜欢点不一样的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哎呀！啊！这下完了。谁认识萧大少？这他怎么进去啊？该死的王少，就这么一会儿忍不了。嘘！这群合欢宗的魔枭，虽然看上去都是凡人，但实际上个个都法力滔天。我才开始修仙没多久，不能硬闯。有了！我记得《太虚修仙录》第88章里出现过引灵步，我要是能学会的话，哼！哎，走！书上说，掐诀时要想象自己与空气同化。干啥呢？你和真瑶教他隐身术了？没有啊，那是7天后的剧本。等等，你看看，他不会是跟着小说现学吧？这不是小说吗？按照小说里，我应该成功了吧？我现在隐身了。哎，不管了。这傻子不会以为自己真练成了吧？啊，那怎么办？快说呀！别着急，我想想。哎，想什么想？你干什么？给二少爷打电话！二少爷打电话，这事不就黄了？我女儿不重要了。通了。二少爷出大事了！什么？还能有这种好事儿？出事儿？出事就太好了！他要是能有个什么3长2短，我就能名正言顺的获得继承权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谁都不准动他。谁？他们能看到我？难道我隐身失败了？难道我刚刚看错了？是我刚刚看错了。哇！原来引灵步的关键不是手势，是信念。你叫吧，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走开！住手！你谁呀？怎么进来的？我乃玄虚门首席弟子，敢动我师姐，整个山门的遁地符能追你到天涯海角。玄虚门还首席弟子？哼，你他妈小说看走火入魔了吧？你打扮成这样，就是在陪他过家家。萧凌晨，你怎么来了？师姐，萧凌晨，萧家是跺跺脚，半个城都要震动的势力。可惜萧家的继承人萧凌晨，他就是一个沉迷修仙的傻子。即便是这样，你也不可以去招惹。你是萧凌晨？没错，我乃玄虚门萧凌晨。今日我便要斩了你这合欢宗邪修！大哥，大哥误会了，大哥，我就是一放高利贷的，跟什么合欢宗没关系。好快的步伐，你的修为竟已经到了化境，看来今日必是一场恶战。师姐放心，就算凌晨战死，也必将他斩落于此。你别欺人太甚，我告诉你。别追，别追！其实你写的东西都是假。师姐放心，待我解决他们，就回来救你。
就算你是萧家公子，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嘛！给我上，揍了再说。不是，真邪门！这小子力气怎么这么大？什么意思？这小子修的不是假仙吗？奶奶的，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人还收拾不了他一个公子哥！给我起来！谁要是能把他制服了，本商场的100万！这不可能！王少，这小子真的会剑法，他真的修成仙了。修仙也没用，我就不信7拳还能挡住。杀了他！我不相信他这么有种！我错了，真是修仙呀！我以后再也不敢找事儿了。快跑，快跑！快跑！我这不是在做梦吗？救命啊！老赵，我是眼花了吗？他们怎么这么慌张呢？我哪知道啊，我还以为是萧凌晨被抬出来呢。对呀。青瑶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师傅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我是你师傅凡俗中的好友，对这边比较熟悉，特意带他过来找你的啊哈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多谢多谢。不过事情已经解决了。我问你啊，刚才你是一个人，怎么打跑那么多人的？哦，那个，我都是按师傅教我的法术啊。我先是用招隐身术，我大摇大摆的走了进去，然后我用招猎魂斩追着那个合欢座的领头，哐砍，他们就合起伙来想围攻我，还用那个法器伪装成的汽车来撞我，我就一人之手就把他们打败了。青瑶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刚才在里面没看到。不过我猜，应该是王超认出了消失地凡俗的身份，害怕了吧？应该是这样的。师姐，我救你的时候弄出了隐身术，可是他时而成功，时而不成功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隐身术它并非万能，修为高深之人一眼便能看穿。要想瞒过他们，还需多加练习。你初入仙门，不着急。多加练习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多谢师姐。这傻子还真以为自己修成了隐身术啊！哎，各部门注意啊！这傻子以为自己修成隐身术，可能随时会施展，注意点啊，不要穿帮。别亏这傻子好骗。哎，对了，老周，昨天二少爷因为萧凌晨没事，对你们很失望啊，让咱们加大点力度。这样，你让青瑶和萧凌晨今晚在灵泉独处一夜，咱们加场灵泉双修的戏，就说要巩固修为啊。会不会太刻意了？昨天晚上青瑶回来时候，看凌晨的眼神都不对了。不对才好嘛！
咱就是让那个萧凌晨觉得自己是个天命男主，这样才能死心塌地的留在山上，给二少爷争取时间呢，对不对？双修，导演是这样说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青瑶，加油，早点把戏演完，把钱还上。师姐，你，好，演戏开始了。来，青瑶，表情再淫荡的，再娇羞一点。对，来，手慢慢的放到他的丹田上。师姐，这双修真的能巩固灵脉吗？少废话。来，道具，加干冰，多喷点，把氛围感拉起来啊！发什么呆啊？快起来！师姐，你这簪子戳到我了。保持体位，青瑶，手不要动，手按剧本慢慢放到他的丹田上去。凝神，别分心。师姐，你的手在发抖。我这是灵气入体的正常反应。师姐，你的眼睛里有金光啊？难道你也突破了吗？那是当然，双修可以提升修为，对你我大有益处。这傻子不过是灵泉的反光罢了。是这样啊，看来这双修才是大道。青瑶，对，现在营造出一种双修突破的氛围。师姐，你在跟谁说话？你在跟谁说话？是师傅在传音指导双修心法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师傅他老人家为了我的修行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呢。你不是说正经双修吗？咋了，老赵？这叫艺术加工。哎，你看，萧凌晨那小子的表情啊，他是坚信不疑。咱们往猛干，早点散啊！双修，虚心无杂念，你心跳这么快，成何体统？可是师姐，你的心跳也很快。我这是灵气入体导致的。没事。师姐，原来你也会害怕。我是怕你走火入魔。师姐，先擦擦干吧。昨晚你没悟出什么吧？悟出了。你悟到什么了？原来和师姐一起修炼，灵气会变得特别温顺。你以后少乱说话。修仙者不谈儿女情长。知道了，师姐。师傅，师傅，青瑶啊，
昨晚双修效果不错嘛。你看萧公子这气色，简直容光焕发啊！确实，弟子也觉得，灵气的运转跟之前相比，好像快了3倍。师父，弟子经过昨晚双修，对修为有新的认识，能否请求师父开放藏经阁？弟子今日想在藏经阁挑选一些法诀修炼。藏经阁？剧本上没写，我上哪儿去给他弄藏经阁？这个修行吧，也要一步一个脚印，最忌讳好高骛远。藏经阁之事，还是等到你修为更高的时候再说吧。师父，莫非咱们宗门没有藏经阁？可是书上说，正规的宗门都有藏经阁的，但弟子自拜入宗门以来，从来没有见过。怎么没有？咱们宗门的藏经阁，那可是如巨禽耸立，震人眼球，尽显尊贵。咱们藏经阁那里面收藏的可是天地间最高深的法诀，怎能对修为低下的弟子开放，以免走火入魔？老东西，你别乱吹呀！咱们上哪儿去给他打造这么一座藏经阁？经费要爆炸了！3天内搭出藏经阁，你知道这经费要花多少钱吗？我能怎么办呢？这小子说他看小说，小说里说没有藏经阁的宗门全是假的，除了按着他说的往下说，我能怎么办？二少爷那儿还有300万，就剩50万了，全拿了。用泡沫板做书架 ，LED 灯带当灵纹，再把拼夕夕买的古籍摆上去。行，哎，还可以啊。能用这个木剑当手刻灵剑？剑穗儿都给我系上。萧凌晨要是问起，就说剑藏鱼龙器。这个可以。都看着把这个都摆齐了啊，都摆齐了，小心点，别弄断了啊！导演啊，导演呐，这个泡沫板书架承重力它根本不够，昨天搭的这个第3层都塌了。你拿透明胶带缠一下嘛，那萧凌晨眼神不好看不出来啊，缠一下。二少爷的300万还剩300块了。都是场景材料费用，还差10万。怎么花销这么快呢？所有人啊，先把藏经阁给我搭好了啊！如果钱不够，我去贷款。兄弟们，无论如何，今天这场戏都给我演好喽！好，开工！师姐，你说咱们宗门有没有可能其实是假的？假的？怎么会呢？你怎么突然这么想？因为正经宗门都应该有自己的藏经阁，我问了师父好几次，每次他都支支吾吾的，所以我怀疑。师弟你切勿多疑，咱们宗门的藏经阁确实是存在的。你像你师姐我，便隔3差5就要去当值的，只是藏经阁的重要性远超你的想象，所以过而不显。那这藏经阁
它到底藏在哪儿啊？师弟呀，师弟呀，如此重要的地方，怎能轻易的让人知晓呢？若是没有地图，是万万找不到的。地图？对，你师姐我现在就要去藏经阁看守了。你可千万别想着去偷地图啊，也别想着用隐身术绕过看守，你更别想着去偷藏经阁第3层左手第2排书架最里面的禁书玉简哦。哎呀，师姐，哎呀，我地图呢？难道是放在家里没带出来？我得去找找看。哎呀，师姐啊，师姐你，这是藏经阁的地图。导演啊，小凌晨来了。啊，快，关灯！所有人全部按剧本走，记住没有？散。师姐果然没有骗我，前几天还空空如也，果然要拿藏宝图才能找到藏经阁。可是我要怎么绕过守卫啊？也别想着用隐身术绕过看守，你更别想着去偷藏经阁第3层左手第2排书架最里面的禁书玉简哦。要用隐身术潜入吗？可万一要是被发现……但我修行这么长时间了，丝毫没有进度，我必须要快些修成元婴，才能去救父亲。不管了，之后再去和师尊、父亲请罪吧。引灵步。这小子还真以为自己练成灵隐步了啊！一会儿你们都上点心啊，别掉链子，中途制造点障碍。记住，只有经历千辛万苦拿到的秘籍才是最真实。何人敢闯我玄虚门藏经阁？没人呀？难道是我感知错了？哎呀！什么东西勾到我了？哎呀！快！志尧，你快去帮他解围。去呀！师姐果然没骗我，她就是藏经阁内的看守者之一。不行，我必须赶紧躲起来。哎呦，这憋肚子力气，哎呦！长老何必大惊小怪，不过就是风罢了。这瘪犊子力气这么大，一转就把我拽倒了。哎呦喂，疼死我了！亏你平时还健身，连个公子哥都不如。不是，你看他瘦瘦弱弱的，他的体质竟然这么好，比我的健身教练还要好。行了，做好你的本职工作，我上去看看。哇！第3，你更别想着去偷藏经阁第3层左手第2排书架最里面的禁书玉简哦。藏经阁第3层左手第2排。有了！就这太虚纳气诀，太虚修仙录中说，只要这个就可以立刻成就元婴。这样，
我就可以下山救父亲了。修炼的时候还挺有模有样的。哼，要不是我事先知道，这所谓的秘籍都拼夕夕上买的，还真以为他修点什么无上大道呢。不管他，反正他也修炼不出来。等到时候就以他偷入禁地为理由，罚他上后山，面壁个10年8年的。等他下山呀，二少爷早就已经把萧氏集团弄到手了。哼。他已经不吃不喝，维持这个姿势已经3天3夜了。不会真的饿死吧？青瑶，要不你给他送点吃的吧。去，你顺便告诉他，这3天3夜全都看得见他，好不好啊？怎么回事？难道他？这难道这拼夕夕买的，这是假的？这太虚剑诀就炼成了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地震，绝对是地震！我前几天刚看过天气预报，说这几天有小震的。你现在这个情况怎么解释啊？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看来我已经成功突破云阴了，可以下山救父亲了。他饿晕了，救人呐！我就说嘛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这么离奇的事情。师弟，来。师弟，你终于醒了。你要是再不醒，我们就要打医院的。我是说，我们就要施展法术救你了。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偷入禁地偷学禁术，被大道反噬。要不是你师姐赶到的及时，你早就死了。明明就是饿晕过去了，为了吓他，干嘛非要说的那么严重？我晕过去了，大道反噬。可我怎么记得我已经修炼成功，突破元婴了呢？突破元婴？莫非这小子以为自己真的修炼成了？如此说来，倒也还行啊，也算是没有白白的偷入藏经阁。师父，师姐，我现在感觉我能感受到一些灵气了，是不是照这个速度下去，很快就能修炼成仙，然后下山救我爹了？哎，对，只要你肯努力修行，迟早有一天会飞升的。那个萧师弟，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啊？你已经3天没有……不对劲？没有啊，我感觉我哪儿都好，精神百倍。怎么了吗？没事，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你精神百倍，是因为你进步神速啊，灵气正在改变你的五脏六腑。看来你修炼的天赋还是真高啊！真的吗？师父，那我现在是不是很快就能下山了？下山？你要下山？对啊，我来修炼就是为了救我爸。我现在修炼成功了，自然是要下山的。快阻止他！徒儿啊，你要知道，这功法万千，学无止境，只有境界的提升是远远不够的，救不了你的父亲。师父，我今天教你一套9天剑诀，你要能修成此剑诀，就可以让你体内的灵气凝实，才有可能救活你的父亲。9天剑诀，一听名字就很厉害。师父，学了这个是不是就会成功踏足仙道巅峰了？话虽如此，但这9天剑诀并不好练，
10年入门，100年小成，也是常有的事。不过你要是练成此剑诀，别说是救活你的父亲，即便是踏足仙道巅峰，也是轻而易举。这么厉害！哎，师傅，我要学，赶快教我！厉害是厉害，但你不可能学得会，因为这是我瞎编的。你就学吧，一学一个不吱声。师傅，你快教我吧。那为师只教你1次，能不能学会，能学会多少，就看你的造化。太极分，2仪生，4象流转，8卦成，金戈鸣，玉剑横，斩破鸿蒙，惊鸿行，周天运转，星斗清，虚实相生，法相凝。太虚修仙录第78页第4行里说，只有通天的修为才能言出法随。师傅的修为究竟到达了什么样的境界啊？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记住了，就好好练。天机不可泄露。师姐，你的手怎么那么冰？是不是来救我的时候传功消耗太大了？灵泉的水都被你的剑诀震碎了。都怪弟子刚才分心，差一点就窥见天机了。弟子一定好好的修炼。孺子可教，切记，修行之事贵在专注。青瑶，还不带你师弟进去换衣服？走吧。走啊。师傅。你干嘛呢？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下次再出现这种幺蛾子，滚蛋！对不起，我这遥控器电池接受不了，马上换新的了。赶紧的！哎。哎呀哈！今天这 logo 如果让他看见就穿帮了。哎呀，怕什么呀，导演？我都元成天机了，这傻子信得很。哎，但是这样下去不行，迟早有一天要穿帮。道儿，那怎么办？给二少爷打电话，加戏。加戏？不错，咱就拍一场魔教邪修闯仙门。喂，二少爷，不行啊，实在是扛不住了。咱这开机没几天就意外不断，我感觉过不了几天，那肯定是要穿帮的啊！我的意思，咱必须要搞点狠活。对，魔教攻山，最好是特约演员来几个。对，演技一定好的。二少爷，咱费用那边没什么问题吧？没问题。行，那咱就这么定了啊。哎，导演，老板怎么说？老板答应了呗。对，收。太好了！新的特约演员明天就到啊，各部门抓紧时间准备，咱们明天来场大戏。好。谢。二少爷，萧氏集团好几个大股东都不愿意交出股权，坚持要等大少爷回来，咱们恐怕还需要些时间。那就赶快按照导演的要求给他打50万过去。对了，给我找几个演技好的，一定要演技好的，千万不能让我哥那个傻子发现破绽。快去啊！明白了，二少爷，我这就去联系。大哥，咱们修炼的吞天魔功真的有用吗？咱们都修炼这么久了，我怎么一点灵气都感受不到啊？你懂个屁！
咱们这才哪到哪儿啊？古代的魔修前辈们，那可是动不动就用1成的人练成万魂法。咱们现在是末法时代，要灵气没有，拿活人练万魂幡，违法。那难度可不是大了一点儿。你给我继续练。就是，大哥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古籍，还愿意把仙缘分享给我们，你就偷着乐呗。大哥，修仙是真的哈，我亲眼看到有人用这把剑在天上飞呢。啊！带我一个，跟我走。大哥，快看，灵泉上方有云雾凝结的灵气漩涡，和古籍里画的正道仙门中的聚灵阵一模一样啊！我操！大哥，这空气里还散发着一股奶香味呢，灵气，这绝对就是传说中的灵气。走，夺了这个洞天福地，用修仙者的精血祭炼吞天魔功，咱们今晚就能筑基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群言到哪儿了？霍主，赶紧给魔教弟子画鬼脸！记住啊，我要那种7分凉薄、4分桀骜、3分漫不经心，把那种邪魅狂狷的气质给我画出来啊！导演你看，这山脚下边上来4个人，应该是二少爷给咱找的特约。哟，你瞅瞅，导演你看看人家穿这衣服，嘿呀，比咱们组织好太多了呀！你以为呢？这个二少爷在横店找的横漂，专业的很呐。来，各部门注意啊，一会儿派薇娅、派青瑶师姐力战群魔的打戏啊！来，老周，下去接应去。OK。喂，大巴车路上抛锚了，今天我们应该赶不过去了，调整时间，让导演把魔教闯山的戏份安排到明天吧。几位是二少爷请来的救兵嘛？你们跟我走，就等你们了。青瑶，快带萧良辰去演武场，全演到位了。师弟，你快醒醒，别修炼了，魔族邪修打上山来了。怎么了？那师傅呢？师傅正在抵御邪修，咱们快过去吧。走。快点，这里边人都等着你们呢。瞎拍，老子是来抢灵泉的。你少废话，待会儿进去你就往灵泉里跳，然后边跳边喊交出灵脉金魄，知道不？瞧，咱们的弟子都在练剑呢，等会儿你们就冲上去打，待会儿你冲过去就跟他打，然后边打边说灭仙屠刀，听见没？不好，他算出我们今天晚上要来攻山了。老大，那咱们现在咋办？他们这么多人，咱们打得过吗？咱们可还没修炼出来灵气呢。不管了，看看情况再说。是。来，演员就位了啊！各部门注意，魔教闯仙山，3、2、1，开始！魔修闯山！来，道具，该上仙法特效了啊！道具，看见了吗？那就是本门的灭仙大阵，那里有个缺口，待会儿你们就从那儿冲进去，然后就喊交出灵脉金魄，饶你们不死，懂了吗？进攻路线都被算到了，仙门掌门怕是早已窥破天机呀！给我上！怎么突然之间来了这么多魔修？师弟，来不及解释了，你修为尚浅，刚刚踏入仙道，还不足以对敌。你在此等着，且看师姐如何迎敌。看好了，
哎呀！好久不见了。这是借尸还魂术。魔教弟子，魔教弟子，你们的目标是灵泉，正派弟子别真打。糟了，这老东西是仙门长老，正在运筹帷幄，排兵布阵。他刚才说的威亚，定是某种失传的控灵术，能操纵弟子飞天。大哥，他们都会飞啊！还有人被砍断胳膊，还能接着打。这是正道仙门的，不卖金身术，咱们一点灵气也没有，根本也打不过呀。看见没？那个就是本门的圣女，你的目标就是她，你去和她打。我快去！师姐小心！大胆邪风，你敢伤我师姐？我成了！正道仙门的圣女居然被我一剑砍伤了，难道其实我是修炼天才？这才是我要的老戏骨。哎，看见没有？那4个特约演员的微表情简直绝了，尤其那个老大，那眼神里面透着无助还有恐惧，简直是反派中的战斗机啊！你怎么回事？不是你没看过剧本吗？你现在应该对萧凌晨出手了，让他一剑破万法，击退你们，增强他的代入感呐！你的迷魂术对我没用，我现在就来用它来正我大道。来，重头戏来了啊！薇娅，一会儿一定要控制好了啊！用九天剑诀。是。太子问两仪胜，太极分两仪胜。哼，装神弄鬼，受死吧！薇娅干什么呢？赶紧来呀！薇娅呢？导演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薇娅卡住了，卡住解决去。好，跟我说什么？太极分两仪胜。居然是御剑术，我的剑被他掏空了！这是谁的部将？怎么比圣女还无敌啊？没想到在这种危急时刻，我居然真的练成了九天剑诀。哎呀！我的个乖乖，这戏演的也太好了！哎呀，比横店那些老戏骨演的强多了。哎呀，像是真的被萧凌晨控制了一样啊！他这剑，大仙饶命啊！大仙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。就饶了我们吧，我们愿意改过自新，再也不干坏事了。是啊，大仙，我们都是被那吞天魔功迷惑了，才做了如此错事。只要你肯收留我们，我们一定为你马首是瞻，当牛做马也愿意啊！导演，这4个特约演员怎么自己加上戏了？我看见了，剧本上没写。可是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宗门内弟子，你看我干嘛呀？剧本上没写呀。若真想改邪归正，便需立下誓言，从此以后不可伤及无辜，不练邪功，可能做到？我们愿对天起誓，若再行恶事，就便用自己的剑把自己砍成18段。大仙，我们连外号都想好了。以后我们就叫玄虚门4大护法，保准把您的灵泉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导演，你瞅瞅，这萧凌晨这小子还真收上徒弟了，还不是照这么着，咱演员超了。
1个群演300，4个群演就是1200，3天就是3600。这破剧本拍不拍了？我去网贷得了呗。别着急，导演，别着急啊，没准不是件坏事。这4个特演演的跟真的似的，要把他们留下来，以后咱们不怕穿帮了。哎，你说的有点道理啊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导演，刚接到消息，二少爷帮忙找那魔修4位特约演员呢，那个车在路上抛锚了，暂时来不了了。抛锚？那这4个人谁啊？这鬼啊这！我操！所以说，你们就凭着一本所谓的魔道修仙秘籍进行修炼，然后你们几个是真正的魔修？虽然我们是想修炼魔道功法，但是修炼了好几年，却连半点灵气都没感受到。哈哈，好，真的找到了仙人师傅。仙人师傅，所以你们不是演员？演员？不，那你们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？是这把木剑。我那天在感悟天地灵气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从这座山上飞起来一把木剑，所以我断定此处定有仙缘。所以我们兄弟几个抢占这里，就是为了借助这里的灵气进行修炼。可我们没想到，你们的修为居然如此高深。这不是萧凌晨用来学御剑术的那把木剑吗？真的成功了！来拉。看，这不就成功了吗？你还是很有天赋的，别随便放弃你自己。走，徒儿，为师给你准备了灵米。多谢师傅。师姐请。那天你们练完御剑术之后，这把剑就不见了，我还以为是哪个工作人员不小心弄丢了。难道说他这是……你们当初看到这把剑在天上飞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这把剑上吊着威亚？威亚？那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就是一根绳儿吊着剑，看见没有？没有啊，这把剑上面什么都没有，自己飞到我身边来的。自己飞到我身边来的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原来如此，师姐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了就好。刚才你是一个人，怎么打跑那么多人的？那个，我都是按师傅教我的法术啊。我先是用招隐身术，我大摇大摆的走了进去，然后我用招烈火斩，追着那个合欢宗的领头，哐砍，他们就合起伙来想围攻我，还用那个法器伪装成的汽车来撞我，我就一人之手就把他们打败了。难不成那天你们练完御剑术之后，这把剑就不见了？我还以为是哪个工作人员不小心弄丢了，难不成？天哪！还真用的是隐身术啊！他真的在修仙。哎呀，师傅师姐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不是师傅的朋友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？萧大少，你能用法术再把这把剑飞一下吗？
我没动啊，是剑自己飞的。真的不是特效。师傅，你这是怎么做到的？不会错的，这上面标签是我前几天用马克笔写的，真地道。我们用牛奶和 LED 灯逼出了个真灵派呀！二少爷的300万砸出真仙人了。等都在这儿了。所以，林泉的奶白色啊！对不起，是我们骗了你。其实我一早就猜到了，从我刚刚上山的时候啊，看到这里种种疑点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怀疑修仙是不是真的存在。但每次修炼的时候，我又真的感受到灵气的存在。直到那时，在藏经阁，我看到了泡沫板书架。那你还配合我们演？因为只有在这里，我才能真正的放松下来，按照太虚修仙路在修炼。还有，师姐教的剑诀虽然是假的，但教我的时候真的很认真。老周啊，哎呦，老周，二少爷还欠我250万呢，全完了。好了，别哭了。那钱是什么？那钱是王八蛋，你花了再去赚，对吧？你能不能换个思路啊？咱们可是培养出来一个真的仙人呐，会飞呀，刷刷，那可是真的仙人呐！哭，就知道哭。对呀，老周，咱培养出了一个仙人啊！对呀，老周，那个过程咱都拍下来了吧？在呢。这就好。那要他要将来成了仙帝，那他不就成了仙帝出道剧组了？对呀，老周，咱不得火爆死啊！现在咱们面临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咱们弄成这样，怎么给二少爷一个交代？交代？我除了拍电影，我跟谁交代啊？仙帝懂不懂啊？我拍出仙帝纪录片了，放眼整个世界，谁能有老子牛逼？还交代？滚蛋！现在还叫我师傅呢，过2天没准就叫我岳父了，这还交代，缺心眼儿！我太好了。第一次见你时，觉得你像个傻子。第一次见师姐，觉得你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仙人。后来才发现你是真傻，连大马猴集团都认不出。但师姐替我解围时，眼睛特别亮。哎呀，其实我……小凌晨，导演让我告诉你，明天二少爷召开股东大会。师傅，我明天会下山的。你知道萧明轩的阴谋？他把我当傻子，可就连傻子都知道，林泉的雾气不会自己变成奶白色。
导演，咱们的戏能不能改成真假仙门？萧公子演自己，青瑶演圣女。我嘛，我演护法甲，我也演，我也演。导演，明天拍一出去医院的戏，记得带上航拍器。哦，明白。咱们明天啊，就拍一场先帝救父名场面啊！其实我想拍仙门老丈嫁女。这段时间，我一步一步，终于彻底掌控了整个萧氏集团了。只要等到明天的股权转让大会结束，就算我爹那老东西再醒过来，那个傻子哥哥下山，一切也都成了定局了。恭喜二少爷。对了，我哥那个傻子怎么样了？他明天不会出现吧？我刚刚给导演打过电话了，导演说一切正常。二少爷放心，明天那傻子一定还在山上修炼呢，不会出现的。神奇，实在是太神奇了！患上这种癌症，无药可治，只能躺在床上慢慢死去，无一例外。可这位病人情况在好转，这简直是医学史上的奇迹。不过很可惜，就算是这样，他也不可能恢复到清醒过来的状态了。不，他可以。小伙子，你在胡说什么？这种病情，全世界的医生对此无能为力，你凭什么说他就可以？我能治好他。你们就听他的吧，因为他会修仙。医学不是儿戏，病人的脑干已经70%死亡，请你们出去，不要打扰病人休息。哎，大夫，这可是萧氏集团大少爷，不给治是吧？等着明天收辞职报告吧。没事的，医生，让他试试吧。他是这位病人的儿子，不会害他的。那好吧，我就给他一个机会，一旦有任何异常，我都会立即阻止。多谢。装神弄鬼也要有个限度。脑电波有反应了，这不可能吧？除非他能利用磁场击溃神经图。查到了，他刚刚在施灵犀一指，书上说这招可以打通任督二脉。醒了。凌晨，爸，你终于醒了。视力反应正常，肌肉张力恢复，这是医学史上的最大奇迹呀！我去，治病这么方便吗？那我们以后还看什么医书啊？仙人，敢问您的宗门在哪里？还需要收徒吗？求您收了我们吧，我们也想修仙。诸位，首先很感谢各位的到场。今天我要在这里宣布一件咱们萧氏集团的重大决策，那就是将我哥萧凌晨的所有股份全都转移到我的名下。是吗？我知道这样可能不合规矩，有很多叔叔伯伯也不理解，但是我相信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就能赞同我的举动。我所做的一切
都是为了咱们萧氏集团的未来。大家请看。哎呀，这是干什么呀？你看，这是干什么呀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不是怎么回事？相信大家也看到了，我哥他修炼到走火入魔了，他连亲爹都不认了，他如何管理得好集团？啊！哎，现在家主卧床不起，咱们集团正是群龙无首的时候，他作为萧家的大公子，对这些东西沉迷，这简直就是萧家的耻辱啊！唉，萧家后继无人呐，还好有二少爷主持大局。这些日子啊，二少爷劳心费力了，才使咱们萧氏集团稳定下来啊。所以啊，为了更好带领咱们萧氏集团走向鼎盛，我在这里恳请大家，让我代为保管我哥萧凌晨的所有股份。我同意。二少爷年少有为，我也同意。我同意。同意。我同意。我不同意。大少爷，他怎么来了？切，大少爷，你这是演哪出啊？不是说这个傻子今天还在山上修仙吗？他怎么下来了？哥，你怎么还和这些骗子混在一起啊？这就是你所谓的那个什么修仙正道？我可听说呀，他呀在这山上玩角色扮演，用了咱们二少爷300万呢。放狗屁！哎，没错，这300万是他萧明轩特意拿来骗他哥远离萧氏集团的经费。为此，他还特意雇佣了我们整个团队，为他哥量身定制打造了这么一个沉浸式的修仙骗局。这些就是萧明轩所有的转账记录。还有这些，全是他的证据。你明知道咱爸得的是癌症，还故意拖延治疗，目的就是为了独占股权。这二少爷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你也信？这就是他和剧组一起组合起来污蔑我，这些都是伪造的。我操！我去！我修仙是因为《太虚修仙录》里说过，灵犀一指，可续断脉。为了救父亲，就算是假的，我也愿意去试。而你，怕我真的治好爸，就用剧组骗局来干扰我。可是这修仙就是仙人，你们有见过仙人吗？他就是修炼到走火入魔的傻子。看斩魔剑啊，拼夕夕买的。剑虽然是假的，但法术是真的。我说这把剑它自己会飞，你信吗？啊，剑会飞啊！他是不是也当我傻？真的飞啊！这没有绳子，这剑真的自己动了。我知道了，这是磁悬符，都是导演你搞的鬼是吧？哎，二少爷，我手上连遥控器都没有，怎么搞嘛？啊，二少爷，别演了，你哥真的成仙了。不是，我知道了，这全息投影，我背后一定有无人机对吧？一定有无人机，这没道理呀！这难道大少爷他真的修仙了？这是控雨术，二弟要试试被雨鸣的滋味吗？
骚人，导演，快关特效！这是水管子喷的，水管喷的，停下来！对不起，二少爷，本剧组经费有限，这下雨啊，全靠大少爷手动施法，概不退换。就算你有心法，爸那是绝症，你有本事把他也请出来啊！你怎么知道他不能来？董事长，你醒了？不可能，都昏迷3年了，不可能！凌晨已经用灵犀一指把我治好了，顺便还教了我一些气功。就算你醒了又怎么样？你的股权已经在我手上了，用你的公章盖的。哼，假的，真公章在这儿。3年前你偷刻公章的时候，我故意在销字撇划的地方留了缺口，这你都没有发现。就算你会魔法又怎么样？我就不信你不怕被电击！给我上！哎呀！二弟，我现在连汽车都能打，几个电击棒又何妨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怎么可能真的修成仙呢？你真的以为你哥哥是个傻子吗？他只是选择了一条你不懂的路，就像你永远不懂我萧氏的产业需要的不是算计，是人心。念在兄弟一场，这些股权我不要了，但你要去自首，偿还挪用的公款。文书，我认输。从今天开始，萧明轩暂停一切职务。凌晨继承集团 CEO。支持大少爷！支持大少爷！支持大少爷！明轩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其实我想成立玄虚门控股集团，业务主要包括林泉牛奶、凡人修仙培训，还有御剑物流，欢迎各位入股。啊，那我要当影视分部的总监了啊！咱们就拍先帝的《凡人日记》啊！我要入股！嘿嘿，还有我愿花3个亿买1%的股份。别着急，大家跟我来，跟我来，报名是吧？来，我也买，咱们聊聊这个项目吧。对，你跟我们说说。对了，我和我爹还要多谢你，替我们家还了那笔欠款。应该的，要是没有你们父女，我也不可能修炼成功。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就是先帝，打算怎么管理集团？先用千里传音术开视频会议，然后让我4个徒弟用御剑术送快递。对了，你要不要当集团的形象代言人？谁要当啊？不过灵泉牛奶的广告词我都想好了。来，往这看啊！投资10万，送御剑术入门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师傅，咱们集团的格调还是要有的。大少爷，您看这集团的业务是否需要调整啊？林泉牛奶下周上市，喝了能增强免疫力。你和导演的剧组达成联名，修仙纪录片点击破亿，灵泉乳业估值暴涨10倍。好，凌晨，凌晨，我学会御剑了。师傅，下次用控物术，别用蛮力。
我给你投3个亿，成立玄虚门文化公司，专门拍修仙短剧。周道然做主演。我演技不行啊，我。没关系，你负责搞笑，我演仙女。哥，我错了，你放过我吧。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去山上修仙班改造；2，给灵泉牛奶当代言人。广告词就是喝灵泉，远离邪修。我选修仙班。修仙班学费300万，从你账户扣。好，谢谢哥，谢谢哥。来，都看一看呐！御剑体验价300，喝灵泉牛奶送辟邪符。旅游收入已经超过集团的传统业务了，你确定要教他们吐纳术？入门级而已，修行最需要的是心无杂念。就比如昨天晚上你熬夜追剧，脉象都乱了。要你管！我在中东谈沙漠灵泉项目，他们想引进咱们的干冰造物技术。爸，那是假灵泉。真仙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概念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带秦瑶来咱家吃饭啊？我先去看一下灵泉的牛奶库存。凌晨，师傅，怎么了？你觉得青瑶怎么样啊？没事儿，我就随便问问。我觉得师姐像坠入凡间的仙女一样。她也是假的。我觉得师姐对我的好是真正的好。哎，来了。你们真能遇见宋快递，这是仙途坎坷考验。真正的仙人同样经历劫数。快看，仙人坠剑了！我要下单，这牛奶能修仙。扫码下载仙速达，首单立减3世，还送修仙纪念明信片。快！哎呀，快！下一步我们要做灵气代考，御剑送外卖，仙人婚礼。董事长，这灵气代考是违法的吧？怕什么？让凌晨用法术监考，绝对公平。帮我转交给青瑶师姐，感谢她的生发液。修仙班还抽头发？周道然教的那个脱发剑法，练一次掉一把头发。我修仙班学员注意，下午学辟谷术，谁偷吃零食扣学分。肖先生，请问灵气发电项目何时落地？先解决干冰机的产量问题。目前灵泉牛奶已经供不应求。听说您能预测地震？3天之后江州有雨。天气预报说的。招仙人包吃住，月薪10万。仙人竟然来这儿了！仙人，快看一下。爹，咱们是来签合作协议的。顺便招工嘛，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，走向国际化。你提前都知道这个石桥是假的，为什么还不戳穿，还继续陪着我们演？其实一开始我找不到吸收灵气的方法，是你们的 LED 灯和牛奶让我找到聚灵的感觉。你真的不怪我们吗？师父和师姐在生活里面对我的好，
点点滴滴我都能感觉得到。要是没有你们，我也不能修仙成功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周先生，有观众发现灵泉的灵气是 LED 灯和干冰机造的，这是否是一场骗局？肤浅了吧？真灵泉哪是肉眼就能够看见呢？你看那管道直通地底人脉，干冰机是灵气加湿器，这 LED 灯是聚灵光谱仪。想当初我家先帝就是这么炼成的。灵泉的本质是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哎，快点，都过来啊！新郎新娘拜天地了啊！哈哈，来，一拜灵气咒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哎，二拜灵泉奶。哦，三拜。好了，废话太多了啊！哎，发红包才是正道，巧克力里有好运符，3个月见效。你爹，那是板蓝根冲击魔的粉。没关系，灵气加持过的，包治百病。哎，掌门，你的天地合护术到了。嘿嘿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请大家关注玄虚门官方抖音账号，今晚直播闹洞房。好啊！还是现代衣服舒服，刚才差点被发簪扎到了。没关系，下次我们办西式婚礼，我穿西装遇见。你说未来会有人真的修仙吗？或许会，但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和你在一起，在凡尘中修出属于我们的心愿。新婚夫妇下来拍宣传照，明天还要上热搜呢。 뭘 해도 신경 쓰이고 뭘 해도 궁금해지고 너는 내게 섬에